在台湾有这么一个慈善团体，从偏乡萌芽一路壮大，感动了千千万人，人人口耳相传，他的善行义举被誉为人间菩萨的化身。然而近年来，这个昔日备受敬仰的团体却陷入重重争议，一桩桩黑幕被揭开，形象大不如前。这个团体就是慈济号称台湾最大、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。究竟慈济从万人追捧到争议不断，其中隐藏了哪些真相，是他们最不想让你知道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抽丝剥茧，深入探讨慈济那些惊人的黑幕。时间回到半个多世纪前，1966年，年轻的释正言法师在花莲创立了慈济功德会。起初，他只是带着30位家庭主妇，用竹筒每天存下5角钱，积少成多，帮助穷苦人家。就这样一篮竹筒的小爱心，在日复一日的善行中滚雪球般壮大。几十年下来，慈济从东部小城走向全台，走向国际，成立了医院、学校、慈善据点，甚至自办电视台，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慈善招牌。在许多人眼里，慈济就等同于大爱的化身。921地震、莫拉克风灾等重大全灾难现场，都有那一抹熟悉的慈济志工身影。他们身穿蓝白制服，双手合十，口诵阿弥陀佛，发放热食物资，安抚惊惶无助的灾民。无数受过帮助的人对慈济感恩戴德，甚至将正言法师视为活菩萨。慈济的募款能力在台湾无人能及，会员遍及各个角落，小学生铺满里的零钱，街坊邻里的善款，都源源不绝汇入慈济。长久以来，它几乎成了善良与慈悲的代名词，拥有难以撼动的道德光环。然而，随着慈济规模日益庞大，它所累积的财富与权力也远超一般人的想象。你或许很难相信，一个宗教慈善组织的净资产竟高达超过1291亿新台币，约合40亿美元。慈济在全台各地拥有大量不动产与土地，有人戏称它是台湾最大的土地开发商之一。据报道，慈济光是在双北地区就握有超过5万坪土地，市值数百亿元之谱。这样庞大的资产使慈济不仅仅是慈善团体，更像一个坐拥丰厚资本的大财团。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随之而来的透明度与问责问题便开始浮现。每年那么多捐款的用途是否公开？资金运用是否符合慈善宗旨？这些疑问如同阴影，慢慢爬上了慈济洁白的慈悲光环背后。一连串令人瞠目的黑幕，正是在慈济声望如日中天时，逐渐暴露在人们眼前。是什么事件动摇了大众对慈济的信任？让我们从一块土地说起。黑幕1：炒地与开发慈善团体还是土地财团。慈济一直强调取诸社会，用诸社会将善款投入公益。然而，有心人士发现，慈济在追求善业版图扩大的同时，也深深介入了土地开发。其中争议最大的一起事件，要数台北内湖开发案。事情要追溯到上世纪末，1996年，慈济买下台北市内湖区大湖公园北侧一片辽阔土地，面积达17000坪以上。这片土地本是保护区，按规定不得任意兴建开发，但慈济有自己的计划，他们希望在此兴建一座大型医疗置业园区，包含医院、志工中心等设施，以扩大台北的慈济版图。从1997年开始，慈济陆续向政府申请土地变更，企图将保护区变更为可开发用途。然而，这一举动一碰触即烫手，内湖居民和环保团体担心绿地遭破坏，多次提出抗议，舆论也开始质疑，慈济不是应该爱护大地、尊重大自然吗？怎么反而带头想要开发绿地？于是，申请一次次受阻，慈济并不死心。据调查，在变更不成的年份里，慈济反而越买越多内湖附近土地，一面积极游说变更，一面持续扩大持地规模。到了2015年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一句“奇怪耶”，将此事推上了风口浪尖，一语道破许多市民的疑惑：一个慈善机构怎会对环境保护区虎视眈眈？舆论哗然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浪，慈济终于在那年2月宣布撤回内湖开发计划，暂缓所有工程。然而，正如俗话所说，伤害已经造成，
内湖开发风波使慈济常年累积的清誉大受打击，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慈济，这还是那个无私行善的慈善团体吗？怎么看起来更像手握重金、热衷炒地的开发商？甚至有媒体调查发现，慈济在过去20多年来，通过购地、接受捐赠等方式，在全台进行了25笔土地变更申请，庞佛一个扩张版图的帝国。这样的发现令人啧舌，慈济原来不只是乐善好施的佛教团体，还是一个深谙土地操作的超级地主。慈济对此的回应是，内湖园区是为了公益，用于医疗慈善用途，并非商业开发，变更土地也是为服务社会。然而，对环保人士而言，保护区就是保护区，不该轻易破坏。而且慈济购地10多年，步步为营的做法更让人生疑。如果不是舆论爆发压力，慈济是否早已在静悄悄地进行变更？这桩黑幕不仅显现了慈济在资产运作上的强势一面，也种下了公众心中一颗不安的种子。慈济的善款真的都用在刀口上了吗？还是部分资源被拿去投入房地产、投资置产，追求组织自身的扩张？黑幕2，矛盾的投资反战济世，却压住军火。慈济的宗旨一向宣扬慈悲济世，反战和平。法师正严常教导众人，世间苦难多源于人心，贪嗔痴与战争灾祸，唯有戒杀护生，才能天下太平。然而，就在不久前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，慈济竟可能间接投资了军火工业。事情是这样曝光的：2025年8月初，一位拥有200多万订阅的 YouTube 网红发布影片，细数慈济的各种争议，其中就提到慈济基金会在北美的投资版图中，疑似涉及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。洛克希德马丁是何方神圣？它可是全球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之一，战斗机、导弹、军事装备样样研发贩售。如此一间军工巨头，居然会出现在慈济的投资项目里，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据影片指出，慈济透过海外资金管理，将捐款投入各种基金，可能包藏与军工、石油、烟草等行业相关的标的。换句话说，信徒们满怀善心捐出的钱，最后可能进了制造武器的公司口袋，帮助生产更多杀人利器。消息一出，社群哗然，网友们纷纷质问，高喊和平的慈济怎能和军火扯上关系？这岂非严重背离慈济不杀生、不作恶的理念？有人要求慈济公开投资审查机制，解释如何确保资金运用与理念一致。有学者直言，慈济资产雄厚，早该订定投资道德标准，避开那些与慈善宗旨相悖的行业。毕竟拿着救苦救难的旗号，却暗地里吃军火股息，这形同自我打脸，对捐款人大不敬。面对争议，慈济方面最初相当低调，表示需要时间调查资金运用细节。然而纸包不住火，越来越多媒体开始深挖，结果发现不止军火，某些慈济基金的投资组合中还曾出现石油公司、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踪影，这些可都是慈济价值观中应当远离的对象。慈济陷入进退维谷，如果承认投资不当，就是伪善；若全盘否认，又拿不出令信众信服的证据。最终，慈济对外表示将全面检视投资组合，强调疏忽源于金融操作的复杂性，未来会更审慎，避免类似情况发生。但在许多人心中，一颗疑虑的种子已悄然种下。这个一向号称慈悲的组织，在金钱的世界里，究竟还守得住多少原则？当道德遇上利益的考验，慈济交出的答卷显然不及格。这起投资军火风波，让慈济苦心经营的道德高地出现裂痕，也让大众开始重新思考，我们捐出的每一块钱，慈济真的用对了地方吗？黑幕3：吸金机器募款压力与财务迷雾。慈济之所以坐拥1000亿资产，离不开强大的募款网络。可以说，它建立了一部无比高效的吸金机器，从平民百姓到企业巨甲，无不在其募款名单上。然而，随着对慈济财务状况的好奇增加，一些过去鲜少讨论的募款内幕也浮出台面。首先是募款方式的转变。昔日慈济以竹筒岁月闻名，强调的是点滴小钱汇聚大爱。但近年来，有人反映慈济的募款手段越来越与时俱进，
甚至有些激进。比如，慈济大力推广手机转账捐款、线上扣款等便利管道，鼓励信众定期定额捐款，有善心人士每月固定捐出薪水的一部分，成为功德会员，这本无可厚非。然而，如果哪天捐款人遇到经济困难不再续捐呢？有一则故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，一位捐款者多年来每月捐1000元，后来因失业中断捐款，结果没多久就有慈济的师兄师姐登门拜访，关切之余话锋一转，暗示他是否能咬牙坚持，莫因一时困境忘了行善。这让当事人感到压力山大，心生反感。原本乐捐是随喜，怎么仿佛变成了某种义务？还有人指出，慈济志工在募款时对象广撒网，有时甚至进了医院病房、企业内部化缘，让部分人感到不悦。更具争议的是，慈济据传推行一种生前契约捐赠，鼓励信徒立下遗嘱，将身后房产遗赠给慈济做功德。当这类消息传开后，舆论哗然，这和某些宗教敛财手法有何两样？疯狂吸金，劝人捐出身家，让慈济的清誉蒙上一层贪婪的阴影。有批评者直指，这根本把善心当提款机，吃相难看。财务上的不透明也一直是争议焦点之一。慈济每年善款收入惊人，用途包罗万象，但外界却难以看到详细的账目报告。例如，某年媒体质疑慈济年收数百亿捐款，却只有约一半用于实际慈善支出，剩下的去哪了？是否累积成为投资资本？慈济方面回应模糊，只说资金均有善用，部分预留大型计划。但这种请相信我们的态度，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追问真相的社会大众。究竟有没有盈余结转？行政管理费用了多少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答，只会让猜疑发酵。更令人啧舌的是，有爆料指出，慈济还热衷于卖荣誉。怎么说呢？据悉，慈济内部设有捐款等级，捐款达到一定高额的人士可以获赠例如荣誉董事之类的头衔，以及特制纪念品。这种做法活脱脱像是在卖赎罪券，捐的钱够多就封你做大善人。在讲究平等慈悲的宗教团体里搞阶级荣誉，让不少人不以为然，甚至质疑这有违佛教清净无欲的精神。支持者则辩称，这只是对大额捐款人的感谢方式，以此鼓励更多捐助。但无论如何，行善积德可以用金钱明码标价的观感已经产生，让人对慈济募款的纯粹动机打上问号。总而言之，慈济从竹筒募心到现代募款王国，其吸金能力毋庸置疑。然而在耀眼的捐款数字背后，支持与质疑的声音交织。有人认为只要善款善用，方式灵活些无妨。也有人担心，当募款变成一种带压力的业绩，慈济会不会走上慈善企业化甚至功利化的不归路？当慈善变成流水线运作，初心是否还在原处？这也是慈济如今面临的一大考验。黑木寺、大爱蒙尘救灾村落里的争议碑石，慈济的足迹遍布各大灾难现场，灾后重建中也常见其身影。然而，即便在这些造福人群的善举里，细究之下仍藏有争议。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之后，那场台风重创台湾南部山区，无数村落被灭顶，尤其是原住民部落伤亡惨重。慈济在灾后迅速投入重建，耗巨资在高雄、屏东等地兴建多处永久屋园区，也就是俗称的大爱村。灾民们终于在废墟之外迎来一栋栋崭新的房舍，对慈济感激涕零。然而，有心人走进大爱园区，却发现一件让人不是滋味的事情：园区里到处矗立着刻满字的大石头。这些石头上写的是什么呢？归结起来无非两种讯息：一则提醒原住民住山上很危险，现在搬到平地才安全；再者告诫入住灾民，这一切是慈济赐予的恩德，大家一辈子都欠慈济，要感恩图报。试想，刚历经灭村之痛、家破人亡的幸存者，好不容易住进新家，本应慢慢疗伤重建，每天抬头却见院子里立着块你欠慈济的石碑，是什么感受？当地不少原住民对此颇有微词，他们认为慈济此举虽出发点或许是劝世人敬畏大自然、
感恩帮助，但对苦难亲身经历者来说，这种恩情纪念碑未免太刺眼，也太高高在上了。有批评者直言，这些石头刻字是在消费灾民的感恩，仿佛入住者一辈子都得背负着受恩者的身份，永远处于道德债务中。更甚者，一些原住民社团质疑慈济在重建过程中的态度问题。他们指出，慈济提供永久屋固然是善行，但几乎是要求灾民离开传统山地，迁至陌生的平地社区生活。对很多原住民族群而言，祖灵与文化都系于世代居住的山林，如今大难后迁村，本已是不得已的伤痛，还要被教育别回山上，这让部分族人难以接受。他们觉得慈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心态，给你房子就要你照我的方式过日子，忘掉你的根。虽说灾后永久屋政策有其必要，但慈济此举确实引发了某些文化敏感的反弹。当然，也有许多受助者是真心感恩慈济，一点不觉得石碑有何不妥，甚至视之为生活座右铭。但是，大爱石头事件至少提醒了我们，慈善不是单方面的颁恩，应该尊重受助者的尊严与感受。慈济也许忽略了这点，好心办了让部分人不舒坦的事。这桩争议在当年虽未闹到满城风雨，却在小众圈子里流传，为慈济的声望添上淡淡阴影。有人说，真正的大爱，助人不求回报，更不需要受助者时时刻刻叩谢。慈济或许本意不是邀功，但立碑刻名的做法确实容易被解读为邀功，这对一个标榜无私的团体来说是个讽刺的注脚。黑木舞、神话还是造神，信仰领袖的光环与阴影，提到慈济就绕不开创办人证严法师。多年来，证严上人清心寡欲、苦行慈悲的形象深植人心，不少信众视他为当代观音。然而在赞颂之外，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逐渐冒出，聚焦于慈济是否对领袖进行了造神。首先是对上人称号的讨论，上人在佛教界却是尊称长老高僧的用语，但对外俗世而言颇为罕见。证严被弟子统一称为上人，信徒朝圣般前往花莲静思精舍聆听开示，见面必须双膝跪地，口称敬业上人，如同古代君王觐见礼一般。这种森严的礼数被曝光后，很多年轻一代大感不解，行善就行善，为何要对一个人跪拜如仪？有人质疑慈济内部已把证严法师偶像化，弟子对他言听计从，近乎狂热。更有甚者提到，慈济在各地静思堂广设证严法师法像肖像，并在一些出版品或宣传照上给上人头顶加了光环，塑造成圣者模样，这让传统佛教界的某些人士不满，甚至批评这是欺师灭祖。佛教只尊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岂能私加光环，另立圣像？再看慈济推广多年的静思语，这是证严法师的格言集，慈济人每日奉行，广为传颂。然而，有学者细究其中部分语录，发现一些句子其实源自古人名言或他人著作，但引用时并未标明原作者，反倒仿佛成了法师自己的智慧语录。比如某些励志话语在静思语里出现了，信徒还以为是上人开示，实则与古语雷同。这种做法被批评是张冠李戴，有意无意间替领袖打造出无所不知、智慧如海的形象。虽然有人说这只是借用经典浓缩成浅显语言，没有恶意，但在挑剔者看来仍难脱造神嫌疑。最令人错愕的指控莫过于慈济企图取代佛祖。这说法乍听夸张，但其实是某些批评者列举的一连串事实所导出。证严法师被尊称大觉者，慈济道场供奉的并非传统佛像，而是特制的静思法像。有传闻说，那透明亚克力公仔形象象征的是证严上人、人间菩萨的意涵。再结合前述的跪拜礼仪、光环肖像等，让人感到慈济内部尊师地位之崇高，几乎要盖过佛陀本尊。这在讲求不立偶像的部分佛教圈看来是非常大逆不道的。当然，慈济对这类指控一概否认。慈济弟子强调，上人从未自称神圣，反而时常自谦德薄能先，礼敬上人纯属弟子敬爱之情，并非法师要求。
很多慈济人表示，正言法师一生清苦简朴，每天以番薯稀饭果腹，睡硬板床，穿旧灰袍，全心全意为慈善奔走，哪有半点贪图虚荣的迹象。他们认为外界将正常的尊师重道误解为造神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但无论如何，关于慈济宗教化偶像化的争论早已传开，甚至成为许多年轻世代讨厌慈济的原因之一。有人觉得慈济的氛围过于严肃神圣，缺乏亲和力，也有人担心过度个人崇拜会埋下未来权力纷争的隐患。事实上，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正言法师如今已高龄80余岁，假以时日，总有隐退的一天。一旦精神领袖不在，慈济体系内部会否出现山头林立、争夺话语权的情况？最近就有人发出警告，这我们留待后文详谈。在此先说，慈济对领袖的高度依赖，既是凝聚力的来源，也是风险所在。神话塑造的越高，一旦人走茶凉，信仰真空和路线之争可能越激烈，这或许也是慈济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之一。黑幕6，体系失控，医院道化与上人沦为吉祥物。慈济的庞大事业体包括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媒体、人文等8大角，遍布全球。看似严密的组织，其实内部管理未必如外界想象的铁板一块。最近爆发的一起道化丑闻，就揭示了慈济体系内部管理失灵的一面。事情发生在慈济嘉义大林医院，该院大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壁画《佛陀问病图》，描述佛祖探视病患的慈悲场景。然而2025年初，一位作家苦灵透过社群媒体揭露，大林慈济医院的这幅壁画竟是剽窃自某位油画家李建仪的原创画作。原作者的儿子更贴出证据对比，左边是医院的壁画，右边是母亲当年创作的小图草稿，两者人物构图几乎一模一样。而医院的壁画既未经授权，也未属原作者名，完完全全就是偷画。丑闻一出，慈济医院方面赶紧认错道歉，承认此画系某志工师姐与助理的错误行为。令人玩味的是，正言法师在得知此事后，据传仅以6字回应：钱他们出的了。意思是说，画是医院自己花钱请人完成的，上人无奈表示管不到。这番话被传出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怎么，正言上人身为创办人，对慈济底下发生的不法行为居然无可奈何吗？难道堂堂慈济基金会，上人竟管不动自己创立的组织？正当大家对上人此话感到困惑时，一位100万粉丝的网红 Cheap 跳出来发表了长文分析，点出了事件背后4大关键黑幕。他犀利总结道，原来正言管不到慈济，廉价画家、盗版壁画，上人只是吉祥物。一句话概括整起事件，慈济想要一幅画，用了人家的草稿，找更便宜的人临摹。正言也很无奈，这番话听来嘲讽意味十足，却也道出了几个耐人寻味的重点。第一，正言法师完全无法掌控慈济庞大的业务体系。Cheap 直言，慈济各制业体之间并非层层隶属，医院里没有一个人是上人直接管的，没有一位师姐是上人派来的，人事权、财权各自独立。上人名义上贵为创办人，实际上却他只能管他自己。整个慈济系统早已权力下放，或者说群龙治水，听起来惊悚。莫非正言法师如今只是挂名领袖，像个精神象征般存在？第二，盗画事件凸显慈济内部风气问题，找廉价画家临摹、制作盗版壁画，这样明显不道德的事，居然发生在一向标榜人文道德的大林慈济医院。难道只是个别志工贪功，还是整个体制在追求政绩和形象时默许了这种拔苗助长的手段？更讽刺的是，当事情败露后，护法居然有人指责原作者一家蹭热度、羞辱上人，仿佛错不在盗画，而在于揭露者不给慈济留面子。这种是非不分的态度让外界瞠目结舌。慈济某些追随者难道走火入魔，任何情况下都只知护短，连基本的是非黑白都不愿承认？第三，上人的6字回应以及后续处理，显示慈济的内部管理机制或许出了问题。一个大型组织，如果各单位各自为政，缺乏监督，就容易发生类似大林医院这种
下不知上上管不着的窘况。而这背后恐怕与前一节提到的造神有关。正言法师太被神格化，以至于不涉凡尘琐事，久而久之，下面的人阳奉阴违，各行其事，等发生状况时，又习惯性的用对上人的崇敬来搪塞舆论，希望别人看在上人面子上网开一面。这种绑架精神领袖的手法，其实对正言本身也是伤害，因为他的信誉一次次被自己人拖下水。Chip 最后一句话点睛，正言上人只是吉祥物，这是极为辛辣的评论，但不得不引人深思。当一个组织庞大到一定程度，领袖渐渐变成年迈的精神象征时，到底谁在实际掌权运作？慈济的结构特殊，旗下有医疗体系，有媒体体系，有教育体系，各个分会分布各地，可能各自形成小王国。如果没有良好的治理框架，即便创办人德高望重，也难保树大根深后不生乱象。大林医院盗化事件只是撕开了一角黑幕，让人窥见其中乱象的一隅。也许更多我们未见的问题仍潜藏在慈济庞大的系统中。这起事件在台湾社会激起广泛讨论，一些热心慈济的学者与信徒也痛心疾首，呼吁慈济深刻检讨内部管理。在舆论压力下，慈济基金会表示将加强内控机制，并强调这只是个案，不代表慈济整体。然而，经过这么多争议的累积，公众的信任早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绝对。黑幕期，内斗与浪费大爱电视台的连环报。探讨完医疗体系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慈济的人文媒体置业。慈济有一座自己的电视台，大爱电视台，以播出慈善感人事迹和人文剧场为主。然而，就是这个看似弘扬善念的频道，最近却陷入了负面新闻连环报的困境。2024年底，大爱电视台邀请了一位知名导演陈宝忠开拍一部新戏《子的魔法厨房》，岂料拍摄才进行一半，电视台单方面下令腰斩停拍。更夸张的是，剧组已投入的庞大成本无人承担，导演甚至被要求签本票赔偿。陈导演一怒之下在脸书公开控诉此事，并打算提告整个台湾影视圈哗然。大家不敢相信，一向慈悲和气的大爱台竟做出这般强硬无情的举动，这简直与黑道片商无异。陈导演的爆料引发媒体跟进，越挖越多内幕浮现。一位曾长期为大爱台制作节目的导演汪怡欣也跳出来发文，描述自己在大爱台10多年的工作经历。他感叹地说，现在的大爱台今非昔比，早期大爱台创立时还有许多开明专业的人才，节目内容百花齐放，不会过度宗教化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不懂传播专业的师兄师姐尚未掌权。他形容一些中高层打小算盘，只信奉权威，不容异议，导致真正有才能的媒体人被挤走，留下来的全是唯唯诺诺，只知遵从上意的奴性之辈。汪导演的文字里充满无奈和讥讽，他甚至透露自己过去在大爱台因不肯迎合那些师姐师兄的规矩，例如拒穿慈济制服、工作时不如素等，多次差点被炒鱿鱼。但每因正言上人本人欣赏他的节目内容而逃过一劫。他回忆，有次有人想开除他，结果上人公开称赞了他的节目，让那位师姐哑口无言。在文中，他直言对那些僵化的管理者说，我把上人当人看待，你们却把他当神，只会唯命是从。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，指出大爱台内部已形成了某种教条文化，节目成败不以观众喜好评断，而以上人喜不喜欢为指标，创意和多元被压缩殆尽，人人只想迎合上面的旨意，生怕出错。除了内部人事斗争，资金滥用的传闻也随之曝光。有资深制片人探到，在大爱台拍一档戏，花的钱足够买一栋房子。意思是，大爱台拍剧的制作成本极高，动辄上千万台币，而一旦不合意喊卡，这些钱就付诸流水。这对仰赖善款运作的慈济而言，无疑是种浪费。更有人质疑，大爱剧场宁愿烧钱停拍，也不愿妥协剧情或契约，难道是因为捐款多到用不完？否则怎会如此轻忽财务损失？而且，如果停拍理由是题材不符、善良正面调性，
那为何前期沟通没做好，开拍后才翻脸？种种不专业，反映管理层欠缺经验与责任心，把置业当儿戏。一桩桩爆料是大爱电视台多年累积的清誉扫地。观众原以为大爱台出的剧至少真诚温馨，现在才知幕后乱象丛生，连剧组演员都站出来揭露奇闻。有女星说，在大爱拍戏期间被严格要求不准吃荤，连收工后用餐都被监视指责。还有人抱怨大爱现场管东管西，连他呼吸声大都会被嫌。这些桥段听来荒唐，却真实发生，让人怀疑大爱台个别人员的控制欲有多强。大爱电视台的连环争议，从侧面说明了慈济组织内部某些积弊、任人唯亲、用人不专、过度干预、缺乏监督。这些问题过去隐而不显，如今在媒体放大下一一暴露于光天化日，也进一步侵蚀着慈济的公信力。那些曾经对大爱台热泪盈眶的观众，现在开始质疑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真相。那些对慈济心存敬意的人也不禁失望，怎么连慈善电视台都如此功利官僚？对此，慈济高层不得不出面灭火。大爱电视台发表声明，否认滥用捐款，强调剧集停拍是制作问题所致，并非无故终止。对工作规范上的争议，也表示将检讨改进，但公众的观感已受损。正所谓信任建立如筑塔，崩毁犹如倒楼。从道化到电视剧风波，慈济多年苦心经营的品牌形象可谓饱受重创。盘点上述种种黑幕：土地开发投机、争议投资、募款争议、灾区风波、造神疑云、内部失控、媒体乱象，慈济几乎将宗教慈善组织可能遭遇的负面问题集于一身。令人不胜唏嘘的是，这些问题往往并非一天造成，而是多年积累终于爆发。曾经那个清新纯粹的慈善形象，如今蒙尘斑驳。我们不禁要问，慈济怎会走到这一步？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大而化之。慈济发展的太大太快，组织庞杂，事业繁多，在缺乏制衡监管的情况下，很容易滋生各种问题。当年小规模时，上人一声令下，志工莫不全心全意执行，而今版图跨国，靠一人统御已不现实。如果再疏于制度规范，就给了一些人钻营空间。人性中的贪嗔痴并不会因加入慈济而自动消除。正如某位挺慈济的法师所说，这么庞大团体若说一尘不染才是造假。问题并不可怕，怕的是掩盖问题。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权力与名望的腐化。慈济常年备受社会礼遇，无论官方民间对其皆客气有加，在光环笼罩下，久了难免自我感觉良好，甚至滋生我最大的心态，对外界批评听不进去。内湖开发、投资军火等事件的初期反应，都显示慈济有些飘然，一开始并未谦卑面对质疑，导致后续舆情失控。这也给慈济上了一课，社会在变，资讯更透明，昔日神话终将接受凡人的审视。慈济若仍自诩道德标杆，就更该严以律己，而不是依赖过去美誉而忽视当下声誉。当然，我们不可否认，慈济数十年来为台湾乃至全球慈善所做的巨大贡献，无数急难中的人受惠于他们的爱心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很多慈济志工依然日夜辛劳，不求回报地服务众生。然而，正如阳光下也有阴影，善行不代表没有错失。慈济的问题或许并非恶意使然，而是组织成长的副作用，这反而更值得深思。因为它显示任何团体只要规模庞大、资源丰富，就必须面对同样的现代化治理难题。制度、透明、问责，这些管理学名词如今正敲响慈济的大门。在内部已有识之士开始疾呼改革，就像汪怡新导演对证严法师喊话的那样，该看看弟子们的人性贪嗔痴了。他劝上人莫再视若无睹，否则将来您走的那天，就是麾下各大山头弟子恶斗分裂的时候。言辞之殷切，透露出一份危机感。慈济或许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，继续掩耳不闻，神话可能崩解，勇敢面对改革，才能走得长远。而在外部，社会大众对慈济的期许也悄然改变。过去大家对慈济多是顶礼膜拜，如今则希望它公开透明。许多人并不希望慈济倒下，
毕竟那将是公益的损失。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成熟、健全的慈济财务公开，体制健全，杜绝造神，回归平时，善款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。唯有如此，慈济才能重拾信任，再度成为人人敬佩的慈善圣地。最后，我们不禁要用一种警示的语气说，神坛上的慈济也只是人组成的组织，越早认清这点，越早进行自我校正，越能避免轰然倒塌的命运。那些慈济最不想让你知道的真相，如今已大白于天下。诚如一句静思语所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问题并不可耻，逃避才可耻。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从神坛走下，洗尽铅华的慈济涅槃重生，以更真诚谦逊的姿态继续为这个社会播种善与爱。如果做得到，那将是慈济给世人最好的真相交代与自我救赎。